生活中，很多中老年朋友经常会有头晕、头痛、失眠多梦的情况出现，这要考虑是不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的。长时间脑供血不足很容易导致脑梗、中风等问题，所以要及时调理。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。首先，我们保持站立的姿势，身体要挺直，然后将左脚抬离地面，让左侧大腿和地面平行，再重重的落下，这样用力跺脚。做完再抬起右脚，也是做同样的动作，左右反复练习5分钟即可。这样跺脚可以震动我们的全身，起到疏通经络、畅通气血的作用，能让气血更好的流通到大脑。做完之后，还可以双手搓热，然后呢放在左右颈部进行摩擦，这样也能够改善大脑供血，预防脑梗发生哦。这个动作呢简单又方便，尤其是久坐不动和年纪大的人，可以试着做一做。做这个小动作的时候，还可以配合的喝点洛神花茶和山楂水，有疏通血管、活血化瘀的作用，也能够帮助预防脑供血。人到中年以后，经常会出现耳聋、耳鸣、腰酸背痛、头晕、眼花等症状。其实在我们的手腕处有一个养老穴，如果经常的刺激它，可以起到很好的养生效果。养老穴位置很好找，我们可以先将掌心向下，然后将另一只手的食指放在手腕凸起骨头的最高点，曲肘掌心转向胸前，食指刚好落在这个凸起骨头的缝隙中，这里呢就是养老穴了。养老穴是手太阳小肠经常用的腧穴之一。按摩时可以用手指指腹进行按揉，力度适中，每天早晚各按1次，每次按摩3到5分钟即可。注意力度不可太大。经常按摩养老穴有很好的聪耳明目、舒筋通络、充养阳气的作用，能有效的缓解头晕、眼花、腰背等不适，而且呢还能够改善微循环和肌肉劳损。如果每天坚持按摩，可以帮助强身健体，让你延年益寿。睡觉人人都会，但是你真的会睡觉吗？其实睡眠和寿命有很大关系，如果想要身体健康，睡觉时最好不要犯下面这3个错误。第一个，睡觉前玩手机。现在睡觉前玩手机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习惯，如果你也有，希望尽量改正，因为这样不仅对眼睛和颈椎不好，而且还容易影响睡眠质量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第二个，吃饱了马上睡觉。如果晚上吃完饭马上就去睡觉，这样很不利于食物的消化和吸收，时间长了容易导致胃部疾病。对于中老年人来说，还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，对健康也不利。第3个，睡觉昼夜颠倒。现在很多人喜欢晚上玩通宵，白天进行补觉，其实这样对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好的。长时间的昼夜颠倒很容易导致内分泌紊乱，抵抗力下降，所以大家也要改掉这个坏习惯。现在的人都很注意养生，都希望自己能够长寿。其实长寿的人身上是有一些表现的，不管男女，如果身上2个地方的毛发比较浓密，说明更容易健康和长寿。那这2个地方是哪里呢？下面我们来看一下。腿毛多，大家都知道男性的腿毛要比女性的多很多，而男性腿毛浓密旺盛，这是体内雄激素旺盛的一种表现。而且腿毛也有很多作用，能够帮助调节身体，避免细菌和有害物质接触皮肤，对身体健康和长寿有帮助。眉毛多，眉毛多又长也是长寿的一种表现，因为眉毛和我们的肾脏有很大关系。如果肾气充足，那么眉毛就会比较茂盛，这样对长寿也有帮助。但如果眉毛少而且很短，就要多注意养肾了。上面这2个表现，如果你都有的话，那就恭喜了，可能具备长寿体质哦。寿命长的女人，身体2处比较软，若你都有，或许是长寿候选人。肚子比较软，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的肚子都是比较软的，这说明肠道没有问题，而且肚子这里的经络呢也比较畅通。但如果肚子硬邦邦的话，就可能是肠道健康出现了问题，这样对身体健康不利，损伤我们的寿命。所以女性朋友，如果肚子比较软的话，相对来说更容易长寿一些哦。血管比较软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血管会出现变硬、老化的情况。如果血管硬化，很容易引起心脑血管疾病，对健康不利。所以女性朋友，如果血管还非常软的话，说明身体还很健康，对长寿也有帮助。寿命长的女性脚上会有3个特征，若你也有，恭喜，容易长寿。
特征一：脚部温暖。正常情况下，身体健康，脚部呢应该是温暖的，这也说明气血比较充足，血液循环好。但如果双脚总是冰凉，说明气血循环差，体内存在寒气，对身体健康不利，需要及时调理。特征二：脚底红润。女性朋友可以看一下自己的脚底，如果身体健康，那么脚底应该是红润有光泽的。但如果脚底颜色异常，发白或者是发黄，这可能是身体出现了问题。特征三：脚指甲红润。正常的脚指甲应该是红润、饱满、有光泽的，这也是健康的一种表现，说明体内气血充足。但如果脚指甲发白、凹凸不平，就可能是气血不足引起的，要注意调理身体。俗话说，养生先养脚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保养自己的脚部，平时可以多泡脚和按摩脚，都有很好的养脚效果。长寿是很多人都想拥有的，但想要长寿也并不简单。通常寿命长的人身上都会有一些特征，比如下面这2个地方会比较通，你站得越多，或许越容易长寿。血管比较通，血管是我们的重要管道，如果堵塞了，势必会给身体造成伤害。所以想要身体健康长寿，首先要保证血管通畅。平时保护血管要注意饮食，多进行运动，多吃一些可以疏通血管的食物，这样有助血管保持通畅。肠道比较通，俗话说肠道常清，百病不生，虽然有点夸张，但如果肠道通畅，那么就可以减少体内毒素滞留，对健康有帮助，也有利于长寿。如果想要肠道通畅，平时呢要多吃一些膳食纤维食物，比如新鲜的水果、蔬菜、菌类等，这样能够加快肠道蠕动，有助肠道的健康。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，吃得好，住得好，所以人们开始注重养生，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健康长寿的身体。但是对于一些女性来说，其实身上的某些地方就能够看出寿命的长短。第一，心大。日常生活中烦心的事呢有很多，如果长期压抑在心里，人就很容易变老，引发各种疾病。但如果能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，心大一点，遇事不计较，每天开开心心的，这样对健康也有利，寿命也会更长一些。第二，肺活量大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身体开始慢慢的衰老，腿脚不如以前，记忆力不如以前，除了这些，肺活量也会下降。干点活或者运动一下就气喘吁吁。但如果女性朋友上了年纪之后，肺活量还很大，这样有助增强身体新陈代谢，对健康长寿也有帮助。第三，手劲儿大。我们都知道男性的力气是比较大的，但如果女性朋友力气也很大，尤其是手劲儿比较大，说明他们的骨质密度会比较高，这样的人呢更容易长寿。那上面的这3个特征，如果你都符合，说明身体越健康。吃蔬菜对身体好，我们经常会听到别人这样说。虽然蔬菜中含有很多营养成分，但是有一些蔬菜本身还有一些毒素，最好煮熟吃才行。第一种，豆角。豆角是很多人都喜欢吃的，但是豆角中含有皂素和植物血凝素，如果没有煮熟的话，很容易使人出现呕吐、恶心等情况，所以大家在吃的时候一定要将它煮熟。第二种，木耳。木耳也是经常会吃到的食物，木耳中含有一种叫做卟啉类的对光线敏感的物质，这种物质一般很难被化解，如果吃了很容易使人出现疼痛、皮肤瘙痒等情况，所以在吃的时候一定要水发后煮熟了才能吃。第三种，新鲜的黄花菜。黄花菜营养丰富，但是黄花菜中含有一种秋水仙碱，这种物质本身是没有毒的，但是经过肠胃的吸收之后，就会被氧化成为2秋水仙碱，这时就会有很大的毒性，所以大家在吃的时候也一定要煮熟了之后才能。相信大家都知道脑梗的危险性，其实脑梗并不是突然来到的，脑梗来临前，身体会给我们一些提示，只是呢很多人忽视了。第一个，睡觉时肢体麻木。脑梗来临前，很多人晚上睡觉时会出现肢体麻木的情况，主要是因为脑血管发生堵塞，影响了大脑的指挥功能，从而出现了肢体麻木。尤其是单侧麻木严重的人更要注意。第二个，睡觉时头晕头痛。
在脑梗发生前，也会出现连续几天剧烈头痛的情况，尤其是晚上睡觉时，症状呢会加重，有的人甚至呢被疼醒。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要尽早检查。第三个，睡觉时流口水。如果睡觉姿势不对，可能会出现流口水的情况，但如果不是出现睡觉流口水的情况，尤其是单侧流口水，就要警惕是脑梗前兆了，也要及时的检查。上面这3个信号，希望大家能够注意，这样也能够避免危险出现。中老年朋友还要注意，平时避免熬夜，多进行运动，戒烟戒酒，远离重口味食物，这样也可以预防脑梗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